第1156章过关。刷刷刷！望着那宛如蝗虫过境般铺天盖地掠进幻境关卡的人影，高台之上的悬空子也是微微点了点头，双手插于袖间，淡淡的道：这一届的单会倒还真是有意思，没想到连一些成名的老家伙也是来了。3000焰炎火远非寻常一火可比，对于这些老家伙也是拥有着不小的吸引力，自然是要来凑凑热闹。在悬空子身旁，那名皮肤黝黑的老者抬了抬眼，凌厉如电芒的目光在那些掠进幻境关卡的人影之上扫过，道：后浪推前浪，现在的一些年轻一辈可不比他们弱，即便他们出手了，怕最后也只能弄得灰头土脸。一旁那身着旗袍的美妇也是微微一笑，道：悬空子笑了笑，也是点点头，抚着胡须道：现在的年轻一辈的确是出了一些了不得的人物，不过最让得我好奇的还是那萧炎究竟能走到哪一步。萧炎，药尘的弟子。皮肤黝黑的老者一怔，旋即目光却是看向了一旁那位美妇。药尘。美妇也是在此微微怔了怔，她近些年一直都是在闭关，除非是封印3000焰炎火这等重要之事，不然一般是不会轻易露面。可以说她才是丹塔3巨头之中最为低调之人，甚至连一些今日丹塔不久的人都并不清楚她的存在，乃至很多人都认为丹塔历代似乎并没有什么女巨头。但真正阅历足够者方才能够知道，丹塔的第一位女巨头其实早已先曹颖儿出现，只不过年龄比起她来说却是大了许多而已。这位神秘美妇当年在斗气大陆可也是真正的显赫之辈，其名头不会比妖尊者以及其余2大巨头名头弱上丝毫。不过虽说近年闭关不理事务，但当他在听到这个遥远而难以忘却的名字时，目光中却是隐隐有着莫名的光芒闪烁。据萧炎所说，药尘如今已经落在了魂殿手中，等丹会完毕之后，如果可能，或许可以帮帮这老家伙，毕竟不管怎样，当年他也算是帮了我丹塔一个大忙。悬空子缓缓的道。闻言，美妇脸颊却是微微一变，那古井无波般的心境居然是在此刻剧烈的波动了起来，脸颊一沉，道：谁让这老家伙当年胡乱逞能，明知道魂殿盯上了他还敢四处乱晃悠，有这般下场也是活该。你嘴上说的轻松，谁不知道你才是最担心那老家伙的。这些年你暗中派了不少人打听药尘的踪迹，我二人可都是知道的。悬空子叹息道。谁管他去死。美妇黛眉微竖，那般模样倒是颇有些不怒自威的味道，不过这话落在悬空子二人耳中却是显得有些气势不足。不对，对于他的倔性子他二人也是极为的了解，当下也只能无奈的摇了摇头。对于这3位的争吵，一旁的诸多丹塔长老面面相觑了一眼，皆是明智的选择了充耳不闻。等丹会完毕，让我见见那个小家伙，听说魂殿的人也想将他抓到手，不管怎样也是他的弟子。见到悬空子二人沉默，美妇在逐渐的冷静下来后，神色也是一暗，眼神复杂的道。闻言，悬空子二人对视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不再多说什么。在萧炎身形冲进那片深灰色的扭曲空间时，分明的感觉到其胸口处的等级徽章散发出一道奇异波动，而正是在这道波动的扩散下，他的身体碰触到扭曲空间时，一股吸力便是自其中爆发而出，将萧炎的身形给吸掠而尽。突如其来的吸力令得萧炎眼前一花，再度出现时，却是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一片深灰色的奇异空间之中。这片空间被浓厚的深灰色气体所弥漫，视线望去只有不足半米的视野，而且在视线所及处的一些空间居然还泛起了丝丝扭曲感觉。显然这片地方应该便是那所谓的幻境关卡了。脚掌轻轻地踏着深灰色的气体，萧炎并未胡乱闯动，而是安静地立于原地，眼眸微闭，磅礴的灵魂力量犹如水波一般的徐徐扩散而出。深灰色的气体明显对于灵魂有着一种压抑的效果，这一点萧炎先前便听叶仲说起过，因此在感觉到时也并未显得太过意外。那种压抑也是有着界限，以他如今的灵魂强横程度，即便有着那气体的阻碍，也是能够轻易地探知清楚周遭的一些情况，只不过距离被压短了许多而已。灵魂力量扩散间，萧炎也是能够感受到周围那些深灰色气体泛起了许些波动，应该是有着新的参赛者在不断的进入。这倒是与天幕山脉的那能量潮汐有些类似，
不过那是天然形成，但这里却是人力扭曲空间所创造而成的迷境，困人之法更加棘手。萧炎脸露沉吟之色，这片空间应该是丹塔强者使用大力量扭曲空间所形成，这之中有着无数扭曲的空间，若是胡乱闯入其中，那么势必会在其中失去方向，甚至被困于其中。不过不管这幻境关卡有多复杂，但它毕竟是人为所造，想要成功闯出这片区域，那么便是得摸清其中的空间扭曲痕迹，而只要顺着这些扭曲空间所形成的弯曲通道，那么便是能够顺利地走出这片幻境。当然，这虽然说起来简单，但做起来却颇为困难。在这种诡异的气体弥漫下，不论是视野还是灵魂感知，都是被牢牢地压抑着。想要在这种几乎变成了瞎子的情况下摸清那些复杂的空间痕迹，那难度对于一些寻常炼药师来说可是相当困难之事。不过还好，萧炎却并不在这寻常之列。以他如今的灵魂强横程度，即便是一些七品高级炼药师都是无法与其媲美。虽说如今因为灰色气体的缘故被压抑了不少，但也足够应付这所谓的幻境关卡了。刷刷，听得周围不远处响起的阵阵破风声，萧炎淡淡一笑，依靠着灵魂感知，他看见了不少冲进此处的炼药师，由于四处乱闯，最后被困在一些扭曲空间之中，最后无法脱困。灵魂力量悄然蔓延，萧炎双手负于身后，脚掌轻踏着虚空，从容不迫地按照着灵魂力量探测的路途缓步行去。这片扭曲的空间出人意料的宽广，再加上其中那些重重叠叠的空间皱褶，更是令得这里如同迷宫般，稍不留神闯进那些扭曲的空间皱褶，那么便是能够说失去了继续参赛的资格。空间宽敞无边，但萧炎却并未因此而产生急躁心理，脚步依旧不急不缓。这一路而来，他看见过不少因为一时鲁莽而闯进空间皱褶的参赛者，因此自然是明白，在这种地方意气用事，那么等待他的绝对便是出场的悲惨结果。一路走来，萧炎也是遇见过不少真正的强者，令得他有些心惊的是，这些人大多都是察觉到了他的灵魂感知，不过却并未过来与他交谈，而是极为戒备地退得远远的。对于这些人的表现，萧炎也并不感到意外，不过心中倒是颇为的咂舌。这参加丹会的炼药师，大多数人还真是拥有着不弱实力，至少看这种情况，有不少人都是未曾被这所谓的幻境关卡所阻拦下来。被深灰色气体弥漫的空间之中，萧炎脚步缓步向前，算算时间，他已经进入这片空间将近1个小时左右，而他也是能够感觉到那灵魂感知之内的空间扭曲也是越来越的复杂，有时候甚至是要在原地兜上好几圈，方才能够将那拦路的空间皱褶绕开。脚步轻轻地踏在一处深灰色雾气上，萧炎心头突然一动，抬起头来望着面前不远处的雾气，只见得那里此刻突然泛起了一阵阵波动，旋即一道苍老的身影缓步走近。而当萧炎看见那苍老身影的脸庞时，心头却是猛地一震。老师。萧炎目光怔怔地望着那面前含笑的老者，那张熟悉的面庞赫然便是那被魂殿擒获的药老。药老站在萧炎不远处，冲着萧炎微微一笑，然后对着后者招了招手。望着那张慈善的熟悉脸庞，萧炎脚步几乎是不受控制般的轻跨而出。脚步刚刚踏出，萧炎心头猛地泛起一阵危机之感，脚步生生被其凝固而下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心中逐渐的恢复清明。是幻想，这幻境关卡深处竟然能够伴随着人心中所想而产生幻想。萧炎眉头紧皱，望着那道苍老身影，好半晌后方才一声轻叹，袖袍挥动，一股劲风涌出，直接是将那道苍老身影震散。而随着这道身影的散去，立刻便是露出了其后隐藏的空间皱褶，而在这些空间皱褶中隐隐弥漫着一种有些诡异的黑气。这幻境关卡果然凶险，目光紧紧地望着那些诡异黑气，萧炎明白幻象突然的出现应该便是与这东西有关。摇了摇头，萧炎心中的警戒也是再度提升了不少，他能够感觉到这里距幻境的出口已经不远了。灵魂力量扩散而出，再度摸清了前方一些空间痕迹，旋即再度移动步伐，对着远处缓缓行去。接下来的路途中，萧炎再度见到了不少由其心中所想而出现的幻象，薰儿、彩铃、肖战、云韵等等，让得他记忆极为深刻的人影。不过有了上次的前车之鉴，
这一次，萧炎并未再因为这些幻象的出现而有所丝毫的失神，不管那幻象再如何的逼真，他也是在略有些留恋的看了一眼后，便是拂袖转身离去。一路幻象重重，再未令得萧炎有所停留，而伴随着他脚步坚定落下，将近半个小时后，面前弥漫的灰色浓雾突然逐渐的淡去，旋即一个丈许庞大的扭曲黑洞出现在了其面前不远处，这里便是通往丹界的空间通道。